近年来的这个椰子涡轮在互联网上超火，轮胎中的天花板有没有？海螺排骨汤，螺这一套太漂亮，又鲜又脆，尽量搞出个海螺肉了。10斤的螺也就炒了这么一点点，太好吃了。再次尝面包鱼的口感，真心话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有骨气厨房啊，我是300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呢，就是案板上面的这是什么？椰子涡螺。近年来的这个椰子涡螺在互联网上超火的，因为很多自媒体工作者看它很大只，有没有就买过来做？但是通常的下场大家都懂，米其林中的米其林，轮胎中的轮胎，轮胎中的天花板。说的也就是这椰子涡螺，因为这种螺呢，通常大家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是比较不好食用的，所以它很荣幸的继续入选了我们海边呢不受待见海鲜系列节目中。那大家在生活中呢有没有什么你们当地比较不喜欢吃的海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勇敢的吐在弹幕上面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重新它一次，继续把它加到我们这个系列中。我们希望呢把这些不受待见的海鲜，尽量用我们自己合理科学的方式呢，给它料理成受人欢迎的菜肴。螺颜值还是挺高的遇到这种海螺，就是拿来煮汤嘛，煮汤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拿高压锅一压，或者煮的时间够的话，这个螺肉也是比较好吃的。所以它是比较有那种料理挑战性的一种螺啦。我先把它处理掉。现在我们准备送这个椰子涡上路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在市场其实是不会买这么大只的椰子涡回来吃的，因为大只的椰子涡螺呢，通常它的肉都比较老，所以不受待见。我们比较喜欢的个体呢，通常是从这么小只，大概到这么大只，就是半斤到2到3斤的规格比较好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才是最正确的杀法是怎么样的？啪一声，这个螺就碎掉了。因为椰子涡的壳挺薄的，就像这玩意儿，这玩意的壳你这样子都破不了。所以呢，椰子涡通常就是真的，它一摔，它壳就碎了。它摔的壳碎了呢，就直接剥一剥就可以，直接就可以把它活的肉取下来了。但是这个螺呢，生的掏又跟那个龙螺不一样。龙螺那个它因为它的螺这边的这一房肉它比较小，很容易抠。而椰子涡螺感觉好厚，通常这个大颗的椰子涡螺的螺壳都很多藤壶附着，很丑。这个涡螺的颜值超高，好漂亮，所以我真的有点舍不得把这个螺壳敲碎掉。在古籍里面呢，一般吃的那食谱里面，这个椰子涡螺呢，通常他们说会拿个钩子把它这前端的肉给它穿过去勾住，吊起来，把它吊个半天呢，因为它的螺尾比较无力，它整个肉就掉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把这个螺呢取个肉的动作所以呢，准备给它焯个水。那这个时候拿出我们的成年老铁锅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会看到很多高手这样子下锅的，这样煮螺然后它水加的又不是很深的时候，其实它只是把下面这一部分煮掉。其实这一房的肌肉是锁住螺的关键，它是没有煮到。所以在焯水的时候，煮这个螺一定要翻过去。这时候往这里面加一点点的海盐。你待会煮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希望它的鲜味流失掉太多。焯透了，待我看看能不能再挖出来。没试过，真没试过熟的这种焯热。今天晚上我们的螺准备待会给它取肉之后呢，按照螺的部位，我们来做2道菜。一道是常规的煮汤另外就是炒螺片。很多人都会拿炒螺片，但是很多时候你们炒螺片的部位错了，螺族并不适合炒螺片炒螺片有它自己的部位。然后呢，螺片的部位通常就是拿这种炒西芹，哇，修皮啊，配色的厦门原椒。厦门原椒可能是各种东西，它可能出现在彩椒身上，也可能出现在西红柿身上。圆的阿胶，这给它焯了一会儿，煮下面了嘛，现在再慢慢的翻过来，给它滚个5分钟，焯了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水沥掉。我要拿砂纸打一下，不然它还有粘液。切的部分给它切了。现在被割下来就是螺族的部分，这个就是炖汤的原材料。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现在才把这个玩意儿完整的它的肉跟身体分离开了。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块螺族的部分，以及螺中间跟肚子的部分。它的其实这个肝脏没有人在吃了，我丢掉。还有它这个螺应该是公的，跟它里面很像石蜡一样的物质、蜂蜡一样的物质在里面，抠了一大堆，很难洗，把它洗。这是已经10斤的椰子涡螺了，它能炒的部分一定不是下面的螺族，这些都不能动，只有中间这一部分脆脆的，是嫩的。这边还有一点点的螺肉，我们待会给它分割出来。这一部分是待会是可以拿来做炒西芹，它是脆的。这一部分呢，你想都不要再想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对它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切块。当然了，也可以的，你把它切成2份从中间给它剖
剖成这样的2大片，你可以给它拿去做低温慢煮，煮个2、3个小时之后，你去扣个包子，这部分还是脆的肉。你看，这些还是脆的，这些也还可以炒。嘴巴啦、生殖器啊这一部分，哦，这边就老了。那像这种就是拿去炖汤吧，真的是生殖器在嘴巴，什么鬼不懂。这是整大片的螺珠，半生不熟的，我可以给对方切一下。到低温慢煮时间够了后，再来切片，一片片的薄片，切完后摆成一大盘，然后扣个包子，它就很好吃。它的口感其实像鲍鱼一样，所以也有非洲产的那种菠萝类大颗的菠萝被进口到国内，超熟的进口到国内，叫做黄金鲍，它卖的超便宜，骗人它是鲍鱼，但它口感真的是很像。我们还会依旧拿来吊汤，吊汤的菠萝我希望切的是什么？一定要是切丁。菠萝拿去煮汤是海边其实是最常规的一种吃法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呢怕这东西很老，螺竹的外面这一层可以给它削掉，你把这个螺皮呢给它削掉，你就会切出一整块白白的那个肉螺肉。我只是演示一块哦，我认为是没有必要，因为它这个你焯水过后就没什么腥味。比较狗记的人就是把它削成这样哦，白白的一大块。他们觉得呢，这样的螺肉煮汤就比较好看。而且削掉皮之后呢，这螺肉它煮汤后就不会把汤染成红。但是我觉得红的没什么不好，红挺喜庆的，红菇煮汤也是红的，福建人都很爱啊，是不是？这种肉螺的肉，我希望是切成这种厚厚的，一定要粒，大颗一点，大颗一点好吃，其实很爽。它缩水缩的不会很厉害，太爽。那切我。切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橡皮筋的，超硬的，你看手都掂不下去，你看手都变颜色了，有没有？一定记得要切大块。这边就有纯白色的肉块了，你看，这边就不用讨债。这是所有螺珠的部分，它这里面再挑一些硬的，像这个叫硬胶，这长得很不一样。其实能不能炒很简单，你看到能不能炒，按一下，会不会轻一点指甲按破掉，就是能炒。但这个就比较硬，但还好。这螺是怎么样呢？你想炒它，就是一个手按下去，它会陷进去，就是断掉，纤维直接断掉的那个意思。那按下去只会凹个洞，你看，然后纤维都不会断的话，乖乖拿去炖，或者拿去焖哦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东西如果整大块呢，拿去高压锅里面把它炖烂掉之后再拿出来，你可以做扣汁啊，你可以做3杯。也可以做红烧，或者是各种做法。它是鲍鱼能怎么做，它也能怎么做。然后现在准备来炖我们的螺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现在准备来炖我们的汤，我们先拿个煮房子粘锅嘛，倒入这个半锅，然后这是我们焯完水的金排下去。这种海鲜这种东西嘛，一定要跟这种肉类混在一起。OK， 会下入一些小配料哈，就是当归，吃了就叫回家的意思。然后党参哈，猪水。散气呢后转中小火，5分钟后就 OK 了。现在我们准备来烤好我们螺片的部分，这样来一刀。排骨现在好，红红的，你看外面上面有飘一些白白的东西，回头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来试一下螺，我们试什么东西呢？炸开螺肉，你看软软，有没有？那就直接偷吃对了。哇！哇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煮出来的螺肉汤。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不去皮的话，这汤有点红红的，有没有？感觉有点像红菇的样子。这是螺肉，这是纯洁白。有人喜欢白白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鲜很甜。我们现在都偷吃了。我们下一点点的盐下去。哇，真的很像鲍鱼那这比鲍鱼便宜多。因为我们还要再准备给它加热一下，所以再放几片这个小当归进去。因为我开始不要下太重的当
韩国味会很重，因为这已经基本上快好了，所以我们才会下锅。这稍微加了个10分钟左右就 OK 了。枸杞太早下到会酸，太棒！我们可以给它加热一下，滋补的又养生的海螺排骨汤。现在我们烧一锅的水，加一点盐下去，吸芹下去，要过个水，翠绿翠绿。这边螺我们也需要焯一下，分2部分去焯，稍微穿烫一下表面，让它发卷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准备来炒我们的螺片了，有几个东西一定要记得过个油。过了有什么作用？防止待会炒的时候就勾芡了，它会变得很淡。1、2、3、4、5就可以了。油亮，这螺片你要再过个油。螺就要油泡，像响螺那些也是要油泡一样的，要油给它发一下。我看所有人都已经吃过这个螺了，非常之嫩哦。你先跟什么羊排相比，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滑完油的螺片太漂亮了。我现在把焯过水的鸡精先下锅，这道菜我们没有加什么葱姜蒜的东西，好，椒。好了，这时候来一点点的盐。又香又好看，这个要保证。有锅气，因为我这薄的铁锅，不用怕螺头会老。热气腾，哦，脆，跟老完全不沾边，好好吃哦，又鲜又脆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试吃时间，现在开始分观众份了。这种带骨的排骨是最爽的。哦，来2块肉啊！对，谢谢。再来2块大肉咯。麻烦你。我3连呢，啊，你们跟他枸杞一下，补一下。是尽量搞出海螺肉了。哦，给观众们来，这一点都不老哦，这个部位。所以这个其实跟吃牛肉一样的，牛肉你不可能拿后部位去当牛排，肯定是拿前部位的几个好吃的牛。所以海螺也是一样的，你要分清楚部位，而不是说哦你弄不好了，你就一味的去怪说哦人家海螺不好吃。它每一块部位它都有适合它自己。10斤的螺也就炒了这么一点点而已。我好喜欢吃鸡筋，就勾了芡，但它不会那种脏兮兮的，就感觉很清爽，它是一咬就断了。排骨是太爽，挺球啊，一咬就断的那种，那个不行，很香。喜欢吃辣的小伙伴，加点豆瓣酱，加点辣椒就可以了。太喜欢吃辣，所以喜欢吃清淡口一点，刷刷水。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你切的时候可能感觉我们切的很碎很烂，但是你看炒起来，完全不会，太好吃了。你别小看是好像螺肉很少，就是超多螺肉才10斤的螺肉，中间的螺芹才炒出这么一点点，就是就拿螺芹的部分炒，这芹菜很好吃，超棒。清淡口，很适合夏天。配点汤来吃。哇，这块够了。还要海螺肉。谢谢老哥，不要汤，加一点酒会比较好。这种一定要起锅再加，酒不能一开始加就会酸的。反正有那种固本老酒更好，但没有的话，这种加饭酒也不错。这时候就不能用当份，得用黄酒。这种浓汤得用黄酒，当份做饭的时候可以用。大家看这2大橡皮筋，一整颗，我就说一定要它要切大颗一点点，
因为你煮久了之后，它这个螺肉多多少少它会稍微缩一些地方。因为这个螺在我们这边有人叫什么厦门话叫骂雷，但是呢，它有个更难听的名字叫五塞雷，牛屎螺，就是它的形状不好听。当然这视频就不讲，不是这个美食视频，我只能跟他讲说，虽然很多人不待见它，为什么不待见它？在他吃它的时候是对烹饪有一定的要求，你必须摸清楚它的哪些东西是适合哪些做法，以及你要怎么做它才会好吃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咬下去就是鲍鱼，真的是鲍鱼，糯糯的。又爽又糯。我们这颗绝对不会过600块钱，但是我们的猪肉粒呢，是上面那颗响螺，那颗响螺多少钱？你家里面买1斤900块，啊，你想想看，响螺多少钱？啊，这个螺多少钱？这个螺的猪肉粒呢，其实响螺也是可以切片炒的，叫油泡响螺它也是可以炒的，一样的味道。然后响螺也是炖汤，这锅汤的味道不会不响螺汤，类似这样的，焦焦的，像是有溏心一样的。对，像是溏心鲍鱼的口感，真心话。哇，这种没有比较，太嫩了。它就是一种真的被很多人忽略掉的东西。它本身这个螺是很好吃，但是大家因为想偷工减料，所以就弄得它是很可怕的。哇，它太好吃，跟猪尾巴一样，真的跟猪尾巴一样。哇，我觉得很多那种海鲜食材被人家嫌弃，被人家怎么样，真的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。食材有什么错？他活了一大辈子，你看这个螺，正常那种东西都是一轮就是1年，都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还不算大的，我们才10斤。我们为什么这个节目拍了7年了还在拍？就是我们不停的跟大家讲说，是海鲜，不是只猎奇而已。这个时候你是去学会懂得怎么吃海鲜，怎么做它，怎么吃它，它不一定就很难的。像这种菜，有手都能行的，其实。当然，它这些的螺片稍微需要小刀工，刀子一定要够利，不要拿那种不利的刀去切这个，手会没掉。玩这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这个割到，太危险了，真的好危险。还做灯哦。哦，哇，真的漂亮。我的天，这是叫他们3点的声音哦。大家喜欢我们这期的节目吗？喜欢这节目一定记得给我们1键3连以示支持哦。下一期我们是什么呢？选